话接上回，我师傅姜老头打算卖宝凑钱，给我家县城买房，他自己舍不得挑，就让我帮他选，我就顺手选了一幅寿平题名的画。师傅，你还有个名字叫寿平啊？我实在想不通这人是谁，就认定是师傅骗了我。他原来有个小名叫寿平，小娃不懂就不要乱说，这是你师祖年轻时候得到的画了。这个画画的人叫运寿平，是明末清初之人。他这一手荷花画的可较好，不画骨架，直接以墨渲染，却别有风骨，实在是美古画的大成者。你师祖爱那好字好画，帮一些颇有风骨的文人墨客，从不贪金银之事，往往会求一些墨宝，当然不给也就算了，他也不强求。姜老头小心地把画拿起来，细细地观赏着，嘴里絮絮叨叨地给我解释着。我始终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但又说不上来，就下意识地问了句：有不给的吗？基本都会给呀。你师祖拿字画又不是为财，真正只是欣赏，他常说不得了。好多人生平就没接触过道家玄学，字画里却有一股道韵，实在是大成者。你师傅我呀，也跟着你师祖爱起了字画，这些年来也有幸得了些墨宝。姜老头最后一句话像一道闪电似的劈中了我，我终于想起是哪儿不对劲儿了。我师父这些年得了些墨宝，那一定是他人活着的时代的画家。我师祖得的那啥运寿平的画，刚刚师父明明说运寿平是明末清初之人啊，我师父1922年才遇到师祖。我师祖他，我的心咚咚咚地跳了起来，这是比让我见到鬼怪还觉得诡异。一时间我竟有种口干舌燥的感觉。谁说小孩子没智慧，只是要遇见让他调动全部心智去认真的事儿，突生的极致让我不动声色。这些年了，我知道我这师傅说话极爱说一小半，而且喜欢遮遮掩掩装神秘，我得想个办法套话才行啊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开口问道：师傅，师祖那么有钱，又喜欢的字画，不可以自己买吗？非得去求人家？你知道个屁！你师祖啥时候有钱了，自己修道，还带几个徒弟，不穷的叮当响就算不错了。而且墨宝这种东西到谁手上才真正讲个缘分，有时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姜老头仿佛沉浸在那几朵荷花里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我的话：师祖就没买过画？我不信，我爱吃鹅板糖，我都忍不住要买。我尽量让自己装得非常不相信的样子。姜老头就是挨不得激，你个玩的境界能和你师祖比？你师祖就从来没买过画，那些文物也是辗转到手，除了那些古籍，你师祖是个连自己生活都不讲究的人，不会把钱花在那些地方。姜老头被我激怒了，转头过来骂我，可骂完之后，他忽然就觉得不对劲儿，果然一下子就闭了嘴。接下来他看我的目光有些小心翼翼的，似在探查着什么。我终于也憋不住了，我又不是演员，能做到这个地步，已经要感谢爹妈给的智商了。我一下子站起来，双手叉腰，大声地说道：师父，我师祖到底多少岁？姜老头一阵猛烈的咳嗽，一直咳，就是不打我的话，我就知道。双手一拢，干脆蹲在凳子上说道：师父，你耍来是要不得的，今天就是等到天亮，我也要等你咳完。今天你就是打爆我的脑袋，我也必须知道答案。对，就是抄10000次道德经，我也认了。姜老头一听也不咳嗽了，转过头来说道：10000次道德经，我那是比喻，你都常常比喻的。我赶紧说道，这老头报复心极强，被我摆了一道，天知道会不会恼羞成怒，真让我抄10000次道德经，那可不是好玩的。算了，这也不是啥秘密，你师祖是明朝末年的人，你说他有多少岁？姜老头一边卷着话，一边淡淡的说道：小学已经开始上历史了，可那些对于我来说太浅薄，因为我这便宜师傅闲来无事，总爱给我说历史，比起同龄的孩子，我比他们知道的多太多了。明末大概是多少年，清朝大概又统治了多少年，我心里是有底儿的。在脑中一默算，我惊得一下子跳了起来：师傅，你可不许骗人，我师祖活了300多岁呢。与此同时，我脑中浮现出了师祖那幅画像，一个非常朴实的老农民的样，而且就像各中老年人那样，只是有些沧桑。
根本不是那种耄耋老者，更不显垂垂老相，那样子再活个20-30年根本没有问题。关键是那画像还是我师父画的呀，那更说明了他当时的形象就是那样。其实在问出那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师父绝对没骗我了，运寿瓶的画摆那里呢，而且我这便宜师父是绝对不撒谎的艺人，至少在大事上是这样子的。我可没说你师祖活了300多岁，他只是恰巧存在在那个时代，又存在在这个时代而已。将老头装作若无其事的在说话，其实他的背影有些颤抖。我和他在一起朝夕相处这些年，我了解他内心其实极不平静，才会有这表现。师父，他也是我师祖啊，你跟我说说师祖的事吧，求你了。我的好奇心从来没有那么旺盛过，有一种不让我知道我的难受死的感觉。啪啪几声，将老头关了箱子，背着个手自言自语地说道：字画还是不能卖，送出墨宝的时候都是人的一片心，而且字画在我心中是有灵，可欣赏之物，不能和钱画上等号，会污浊了我这片心。师父啊，我央求着。可将老头总不理我，他径直走到桌子面前来，抓起一块白玉，念道：这块玉我在灵泉里温养了5年，又跟了我10几年，天天随我闻经诵道，也是家宝物了。这就成了宝物。我的注意力被分散了，马上问道：我就是这个样，常常被我师父说成是心思太活泛，也不算好事儿，还不如笨点好。有时笨点儿，反而能一心沉入某种修行的境界，咋不是宝物？你以为灵泉灵地儿那么好找？一片茫茫大山中，灵气汇聚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，有些地儿一个都没有，而且灵气有多有少，玉的受力也有大有小。有的地方看似灵气十足，玉一埋下去1个月，灵气就耗尽了；有的地方灵气十足，没找到一块好玉，一块普通的玉埋下去了，过不久一看就起裂纹了，那就是收不住。经过这些灵地儿滋养的玉就已经是宝了，更别提从灵地儿挖出来的天然形成的玉。一提起专业的知识，姜老头就非常愿意为我解答了。那这块玉是灵地儿天然形成的吗？我望着姜老头手中那块白玉，有些好奇地问道：屁，你想得美，那东西那么好找，价值连城，有价无市都不足以形容。这块玉经过灵泉的温养已经不错了，而且我还温养了它10几年，原本就想拿来做法器的，用来做阵眼，用来镇物，用来干点什么都不错的，当然给了寻常人，这就是件宝贝了。姜老头说道：师父，你温养过后就从不错变成宝贝了，你说过我们修道之人应当谦虚低调的呀。我小声说了一句：你个狗日的玩，别给老子不懂装懂。姜老头顿时暴跳如雷，人为万物之灵，哪个身上不自带点灵气？那灵气虽然微弱，和天地间形成的灵地不能比，但强在生生不绝。只要人还活着，而且就算普通人，只要心诚且心神集中于某件事儿，也可产生念力附于玉上，善念诚信的经文，日子一久，当然可以养出一块福玉。你师父我是有功力的人，这养的玉可比普通人的都强了不少。姜老头说话间，我脑袋已经挨了10几巴掌，我自认倒霉，谁叫我多嘴？可是我还是有问题想问师父。你说善念诚信的经文，那我要是天天对着玉吐口水，那他会成啥？吐口水？姜老头转头神色怪异地看着我，又是一巴掌下来了。不过打完这巴掌，他接着说道：你吐口水也算不得恶毒之事，最多也就养不成灵玉而已。玉这种东西对于磁场最敏感，灵地成灵玉，阴煞之地当然就满含阴煞之气，也有恶毒的法子把玉炼成诅咒的东西。而且古玉最好不要带，有些是沾染了血气湿气的东西，这个还真不好说。重点是你玩别对玉打啥坏主意。修道之人心中一点善念不灭，就如心中一盏灯火不灭。我连连点头，最后问道：师父，古玉都不是好东西吗？胡说！如果是风水宝学出的古玉，又恰巧不是棺材里的东西，让它长年累月地沾染了灵气也是好的。可是那样的古玉难求，而且拿到了还得静一下，
毕竟在墓穴里埋久了，就算有灵性，也有邪性。关于玉的问题，我们就谈到了这里。听我师父这样一说，我心里对他手里那块玉也不舍了，而姜老头却没有不舍，只是叹息了一声，卖灵玉与人，但愿是个慈德之人，否则凭空为恶人挡劫。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，我也默然。其实以前听师父谈起过了道家的灵气，知道灵气有助运挡灾的功能，没想到这玉也蕴养到了这地步。而且我心里深知，这玉是我师父养的，真的是一件宝贝，根本是万金难求。如果不是这一次为了我家的事情，他根本不会出手这样一件对他来说算是法器的东西。师徒俩相对沉默了一会儿，我抬头问道：师父，师祖的事儿，你到底跟我说不？姜老头正在拿着那块玉发呆，一听这话，惊得手里的玉都差点掉了下去，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说道：你还没把这件事忘了？那是我咋可能把师祖的事忘了？其实忘祖最是要不得，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这就是斗争经验啊！无论啥事儿，先把理站住。得了，得了，你师祖的事情不是我不说给你听，是现在说不得而已。姜老头也是被我逼得没办法了，那你也总得告诉我师祖还在不在呀？他那么厉害，一定不会轻易不在的。这个，对了，我还想知道我师祖咋活了那长的时间。原本我是真的只想知道师祖还在不在的，但是这好奇心啊！可我的问题刚落音，姜老头又跟以往一样，神色变得怪异而哀伤了起来。顿了半天，他才说道：得道之人生命悠长是正常的，你师祖这300多岁也不算拔尖，古之有记载的长寿之人不知凡几，更别提有些隐世不出的高人。只是如今的人不愿去相信罢了。一个简单的道理，今人比古人长寿，盛世人比乱世人长寿，这就是营养改善身体的原因。如果方法得当，又得极好的补品，长寿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以为山支一脉的养生是扯淡吗？成仙全无根据吗？师父啊，我知道，可是重点呢？我急得抓耳挠腮的。重点是你师祖其实没有300多岁，这其中有缘由而已。说到这里，姜老头又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你师祖在还是不在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说完，姜老头深深地叹息了一声，一时间人显得憔悴又哀伤，仿佛一瞬间人都老了10岁。可我没看见，游子还在问为啥。姜老头这次没有愤怒，而是转身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道：这个问题不许再问。然后就把我赶出了小房。我心里当然不舒服，可是面对这样的师父，我可是不敢争辩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起来做早课，非常奇怪是，师父竟然破天荒地的没起来。房间里还传出他那熟悉的打鼾声，这是第一次发生。以往这个时候我起来，他也起来了，偶尔会督促我早课，偶尔就不知道到哪里转悠了，反正不会在房间里。我不想叫醒师父，或许昨夜他没睡呢，因为我总觉得他昨夜赶我离开的时候满腹心事。我下楼照例要去空地那边先行晨练，路过小房窗口的时候，却意外地发现了小房的窗户开了一半，像是师父昨夜没有关好。而地上还有几张散落的纸，山里总是有些风的，像是从桌子上吹下来的。我把几张纸捡起来一看，就知道是师父的笔记。我太熟悉了，他的字总是透着一股子张扬的不羁，潇洒得很。可这纸上的字我都能感觉到一股沉重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迷茫之感。我也说不上来我为啥有这感觉。几张纸上都满满全写上了字儿，可通共也就只有2个字：昆仑。昆仑，我倒是知道有个昆仑山。师父的爱人在那里吗？我摇摇头，又把纸给放地上了。他习惯烧自己的字画，说功力火候不够，修建世人，我也得尊重他。不是，师父这一觉一直睡到接近吃午饭的时候才起来，一醒来就嚷着饿了，要吃东西。这夏天的吃食还是好弄的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凉拌几根黄瓜，炒个土豆丝儿，拌个鸡丝凉面，再有一锅老红薯稀饭就成了。这修道也挺辛苦，尤其在吃的方面，偶尔想清淡都不行，必须顿顿吃肉。师父说到了一定的境界就可以吃素了，可我还不行，必须得吃肉。除了早饭，
肠胃不能太油腻，其他一顿都不能落下。这也不能怪我抱怨，天天晚上一小砂锅补汤，我能不腻吗？就连今天的午饭够清爽了，弄凉面还得放个鸡丝儿，我拿的一碗里起码有小半碗都是鸡丝儿。将老头简单的洗漱完毕后，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呼噜呼噜地喝着稀饭，哧溜哧溜地吸着凉面，大口大口地嚼着土豆丝儿，咵嚓咵嚓地咬着拌黄瓜。他还真有本事不被呛到，昨天还满腹心事儿的人呢，今天就能成这副吃相。师傅，你今天咋起这碗？我呼的一声吸了一大口凉面，好奇地问道。其实我这吃相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这练过之后都特别饿背，还不是吹的。我在学校的饭盒都是出了名的，满满2大铝饭盒，一般小男生吃一盒就得撑胀，我也就刚刚不饿而已。昨晚练字忘了时间，一回神都天亮了。姜老头随口答道：昆仑是啥呀？昆仑山嘛。今天早上你的字飘窗子外面来了，我看见了。我知道，起来就发现小房窗子没关好。昆仑是啥？昆仑山呗，新疆昆仑山。师傅，你爱人在那儿，就是我师母。放屁，我是喜欢那里的景色。伴随着他说话的还有一声清脆的巴掌声。无疑，我又被打了。三娃，待会儿和我下山去你家一趟。干啥？跟你爸妈说声，钱要晚几天给。我要带你出去。姜老头挺淡定，这会儿肚子估计有些东西垫着了，他开始拿个杯子去倒酒了。出哪儿？县城吗？我兴奋了，这辈子我就没出过县城，我敢肯定是去县城，不然不会专门给我爸妈打招呼。哦，不是，是去省城，去成都。姜老头在给自己倒酒，这下换我猛烈地咳嗽起来了。我咳了半天才算好，憋得这叫一个脸红脖子粗，甚至有一根凉面都从鼻子里完整的飙出来了。姜老头抿一口酒，笑得那叫一个开心，脸上全是报复的快感。我赶紧去扯了一张纸，把脸上咳出来的鼻涕眼泪全抹干净了，又杀气腾腾地杀回饭桌，说道：师傅，你这是报复我才故意说的要去成都吧？嘿，你这玩意儿不要以你三娃的小人之心来度我姜爷的君子之腹好不好？姜老头怪声怪气地说道。真是要去成都？我忽然有一种不真实的眩晕感，这省城是啥概念？在我心里它根本就是一个符号，一点都没办法具体化，因为太遥远了。真是要去成都。姜老头郑重地点点头，去成都卖那块玉，这里是没人识货的。姜老头补充说道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我明日继续。